瑜，恭喜你！谢谢你，阿方教授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。我绝对不允许自己让你失望的。能够看见你成长，也是人生之中其中一件快乐的事啊。是不是好像父亲对女儿的期待啊？也可以这么说。方教授，你当时为什么会决定助养我？孤儿院里这么多孩子，你却选择了我。或许我在你眼中看到了我自己，深切地感受到被遗弃的感觉。我记得当时你跟我说过，从今天开始，不会再有人遗弃我了。以后也不会了。哎，小曼。 恭喜你啊！谢谢。哇！小曼，你跟方教授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啊？每当我和他聊天的时候，他总是会提起你的。不过现在他完全没有了。可能我们好久没有见面，所以他不清楚我的近况吧。我的直觉告诉我。 不是这回事，小曼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方教授，小曼，你让我过去看方教授。方教授，你说你不会遗弃我了，方教授。就这双吧，谢谢。对不起，刚才经过，忍不住走进去看看啦。你等了很久吗？不会，我有点好奇，为什么鞋子对女孩子有这么大的诱惑？我也很好奇，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吃草莓啊？
个手下又来找我了，我看他是死都不会放弃的。没关系，至少我知道跟踪我的人是他。他还跟我说，6年前你害死了一个叫方教授的人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他说的好像真的一样。So， 你约我见面，该不是为了讨论大家的兴趣吧？我是想和你谈谈6年前的连环凶杀案。当年小曼也有份参与这宗案件，你和她是好朋友，为什么不跟她谈？我不能和他谈，因为我相信方教授不是凶手。那时小曼找到确凿的证据，证实了方教授是凶手。难道质疑小曼？你没有吗？这宗案件已经结案了6年，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追究？因为小曼有不寻常的情绪反应。I'm not sure what you mean。最近她的精神紧绷，压力加重，常常无法集中注意力。以前的事加上最近发生的事，已经超出她所能负荷的精神压力，所以她才会有幻视，看到她自己内心邪恶的一面。Hallucination？ 我相信是因为小曼长期压抑悔恨的情绪，才会造成这种现象。她为了什么事悔恨？因为方教授的死是他造成的。我念大学的时候读的是法律系，可是对心理学很有兴趣，所以复修了心理学。我是那时候认识方教授的，他是我的启蒙老师，是一位我非常尊敬和佩服的人。很少见到你佩服什么人的，可见这个方教授一定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呢。他在心理学领域里可以说是一名天才。只可惜，他最后选择自杀。为什么要自杀6年前，他牵涉一宗案件，他是畏罪自杀。啊？他是凶手啊？就算他没有亲手杀人，肯定在幕后策划一切。是你查出来的？他曾经是我最信任的人，当时我真的无法接受被背叛的感觉，那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。他本来是你的偶像，突然间变成一个杀人犯，不管是谁都很难接受的啊。如果不是我查出他的罪证，他不会自杀。不管怎么样，他的死我一定要负责。你是警察，找出真凶是你的职责，没有错的啊，你不用这样怪自己的。当小曼找到方教授的罪证时，你是唯一在场的人。So？ 你当时看到了什么？当我赶到案发现场时，看到小曼手里握着一把刀子。后来经过鉴定，确认是凶器。刀柄上找到了方教授的指纹。没有可疑的地方？我想你当时看到了什么，却隐瞒不说。你帮小曼隐瞒真相，为什么？
我为什么要帮他？我又不是笨蛋。很多人面对爱情的时候都会变成笨蛋的。是吗？我应该不会吧？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吃草莓了。Enlighten me, please. 草莓明明是酸的，你还继续吃，因为你希望能吃到一颗甜的。就像爱情一样，酸涩过后就是甜蜜。You're thinking too much. 其实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你不想指控小曼，不过不做的话就会违背你的原则，很矛盾吧？我想你应该有更好的事情去做，不需要在这里分析我的心情和想法。OK， 对不起。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，不是想指控小曼，我是真的想帮她，也希望你能帮她。你认为我能帮小曼什么？她心理上的问题，应该是由你来解决吧？你是唯一能阻止她继续错下去的人。再说，我想你应该很愿意帮她吧。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真实的感觉告诉小曼，让她知道你是想帮她，而不是对付她，这样就不会弄巧反拙了。Thanks. I'll keep that in mind. 昨天发生了一宗案件，可能跟6年前的有关。这2桩案件相隔了6年，有什么关系啊？都是被挖掉眼珠的，这样巧啊？可能有人要重新当你的案件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方教授的缘故。也许这个人认为你害死了方教授，所以想要为他报仇。什么？我认识这个叫赵慧敏的女孩子，她是阿鼻在补习中心的同学。昨天我还见到2个女人在那里，她们可能也认识这个叫林翠梅的，可能她们知道一些事情。走。哎，就他们2个。Hello， 还记得我吗？昨天我们刚刚在这里见过面的。我是重案调查组吴小梅。这位 Madam， 你找我们有事啊？请问你们认识林翠梅女士，赵文耀的太太吗？我们来这里接送孩子上课下课，就这样认识的喽。其实也不算很熟。昨天我听到你们在谈论她老公被杀的事啊，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昨天早上我们上网看到赵先生的照片。你确定是赵文耀？什么时候拍摄的？不知道嘞。当我们看到他的照片后，马上就听到说他被人杀了。你说是不是很巧？可以给我这个网站的网址吗？这个网站的主人专门在亚龙营区进行拍摄，大多数是色情场所、夜店、妓院。哎，真的拍到赵文耀哎！从时间看来，刚好是他被杀之前拍摄的。那这个拍照的人会不会看到凶手在那个地方出现？宝伦，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个网站，我把网址传给你。这凶手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你在哪里？我刚从厕所出来。怎么了？什么时候我才能接受第2次的戒？什么时候我才能接受第2阶段的治疗？我快成熟。
受不了了。你别心急，你先做好我叫你办的事，就可以进行治疗了。我现在马上去做，做完了之后马上联络我。会的。小曼，你干什么？他是怎么死的？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被人杀死了。我怀疑是方荣格杀死他。你一直都想逮捕方荣格，可是却找不到证据，所以你就把他的指纹印在凶器上，栽赃嫁祸。 你有证据的话，指控我啊！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你去自首。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你不忍心指控小曼，不过不做的话就会违背你的原则，很矛盾，对吗？ 只有你才能阻止他继续错下去。那个小混混说，他3天前在这里交换迷幻药，他好像看到一个女人站在这里拍照，不过那个女的一看到他上来就匆匆忙忙的跑掉了。他有没有看到这个女子的样貌？他说没看到，他只听说这个女人常常在这一带附近拍照，但是应该不是什么记者还是私家侦探。 当时赵文耀的车子停在那里，这个女的就躲在这里拍照。如果有人出现在赵文耀车子旁边，她一定看得一清二楚啊！宝伦，查到什么？回家不可以，好不听话你！不！ 回家，要回家多做功课啦！来，你不要坏蛋哦，我会跟爸爸讲哦。来，我走吧。不要，来，不要做功课。乖，没事的，有妈咪疼你啊。 宝伦查了网络用户的资料，他名字叫张国忠，37岁，目前在国外工作，联络不上他。那谁住在他家里？不清楚，可能是家人或者租客。 I know what you did 6 years ago. 怎么了？
警局出了事，我需要回去。那你把地址传给我，我直接找那个拍照的女人。你怎么会有那段录影？当时我看到你把方荣哥的指印印上凶器，马上就用手机拍摄。你竟然把证据收藏了6年，为什么不一早指证我？因为我始终相信胡小曼是个好警察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正义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从以前到现在依然坚守这信念。对，我采取极端的手法，不过让那些罪犯得到他们应得的惩罚，这不对吗？方荣格、李仁才、胡广明、傅洪博、大小眼，他们都是因为你偏激的行为走向了死亡。小曼，我看着你慢慢的在改变，渐渐的选择了另一道黑暗的路。Hello， 请问有人在家吗 ？Hello， 你好，请问这里是张国忠先生的家吗？那你是他的堂妹，张小姐，你好，有一样东西要给你看。你是谁？我是帮忙寻找失踪人士的义工，有一样东西想要你帮忙啊。大概在昨天晚上9点钟左右，你是不是有拍到这个男子叫赵文耀？你有见到他是不是？我只想制裁罪犯，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。我相信我是站在正义的一方。包括栽赃嫁祸给你最敬爱的教授方荣可，你逼他自杀，难道也是对的？我不想跟你争论对和错的问题。小曼 ，I can smell your guilt。既然你心里够了，什么是对和错，我心里最清楚。不需要你来教我。如果你要指证我的话，我会叫我来见你。说，你要什么？我要你辞职。原来这是你最终的目的。你终于可以打败我了。亚荣，我要你离开警队，目的是要终止你这种被歪曲的正义理念。我是真心的想要帮你，只要你答应辞职，我可以当做一切没发生过。如果我说不呢 Then you know the answer。你为什么会去拍这些照片呢？那些男人偷偷在外面鬼混，我要揭穿他们丑陋的真面目。好啊，最讨厌这些不忠的男人了。做家庭主妇已经很辛苦了，他们不感激也就算了，整天跑出去鬼混了，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，还以为我们女人好欺负。对了，你昨天晚上是不是一直都在天台上？是啊，那你也拍到赵文耀车子喽？那你还没有拍到他之前，
有没有看到有人在他车子周围出现过？没有。没有啊。张小姐，你电话响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真的肯辞职？给我一点时间，查出这宗案件的凶手，破了案，我会辞职。 Should I give you more time to get rid of me? 这宗案件跟6年前的有关，我必须查出真相。我给你1个星期的时间，不管案件是否解决，你都必须辞职。当然，在这段期间内，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破案。刘，希望我不会因为这个决定后悔。 怎么样了？解决了，没有什么问题吧？没有。那好，我们15分钟后见。好。我还有事，得先出去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一个要求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你昨天晚上拍到的照片？我不是说什么都没拍到吗？你不要误会啊，我不是不相信你。 只不过我在帮赵太太找她老公哦，我需要有一样东西拿回去给她看，也好有一个交代嘛，可以吗？谢谢你啊，我看完了拿回来给你。随你吧。 Thank you 啊。 等一下，我记得当时你要我去自首，把事实说出来。过后我却向上司投诉你。因为这件事，我被停职了1个月。当时你有了证据，宁愿被停职处分，也选择帮我隐瞒下去。其实我很清楚。 就算你认为我是为了正义，也绝对不会认同我的做法。我只想了解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当我第一次见到你时，就认定你是我命中的宿敌。我想，这辈子应该都会不断的跟你竞争。 但我心里知道，从一开始，胜负就已经决定了。我是不可能打败你的。我一直以为。 我们的关系是处在对立的位置上。我每次吃草莓，始终都无法吃到最甜的那一颗。我早就知道我们之间应该不会有结果。我现在只是希望不会有逮捕你的那一天。
高医生，都在这里啊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第2个阶段的疗程了？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我恨不得把他们全部都杀光。这些照片都有时间记录，证明他昨天晚上大概7点左右就开始待在同一个地方拍摄。可是他说没有看到有人在赵文耀车子周围出现过啊。张小姐看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。怎么说？不知道嘞。总之我觉得她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哎。等一下，这2张照片是用快门装置来拍的。什么意思啊？相机有个快门装置功能，能够连续迅速拍照。其他照片没有用这个功能，就这2张，刚好是在拍赵文耀车，却没有了效果。也就是说，后面应该还有其他照片，对不对？可能当时他看到了凶手，所以马上用快门装置来拍。可是那些照片却不在这里，是不是被他删除了？我马上去找他。哎呀，他已经出门了，我跟他一起离开的。法伦，马上联络张国忠，无论如何要找到他，我要知道他家里住客的身份。嗨。目前住在张国忠家里的女生是他堂妹，她叫张馨怡。刚才我看到的女人不是这个。王子阳先生，刚才忘了自我介绍，我叫高洁瑜，你带了一个朋友。哦，原来你们认识的。我当时跟你求救，你却跟我要钱。他拿了你的钱，却还是不帮你。你拿了又拿，你到底要什么时候才会满足？像他这种贪婪的人，就算你给他全世界，他还是不会满足的。黄志阳先生，你夺走的不单是婉仪的金钱。你也夺走了他的希望。你的手太肮脏了。小心，不要碰任何东西。肯定是那个女人干的。
假设凶手在网上看到赵文耀的照片，联想到自己被拍到，所以来找网站的主人张馨予。他只不过是比我早一步来到这里，把张馨予给杀了。原来我看到竟然是凶手啊！但是却眼巴巴的看着他把全部证据给拿走。问题是，连我们都查不清楚谁住在这里，为什么他查得到呢？对了，怎么他这么神通广大？这些照片是从打印机里印出来。是高洁玉在背后搞鬼。凶手来之前，张馨予可能在打印照片，凶手杀了他，把手提电脑还有照片拿走。可是当时这2张照片没有被印出来，所以他没有带走。那现在有了证据，可以抓他了吧？我相信杰玉很快会发现这2张照片不在他手上，而且他会从那女子的口中知道你曾经来过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什么时候到下一个？高医生，怎么了？你漏了一些照片没拿？怎么会呢？我查得很清楚，他交的照片我都看过的，不可能的。我现在马上去查。不必了。其实我不应该叫你去处理这件事的。对不起啊，我真的很没用，这点事都办不好，真的很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不是你的错。怎么了？我刚才离开那间屋子的时候，有个女人来找张馨予。2宗案子，凶手都有从死者身上取走肢体跟器官，而且作案手法有80%的相似度。你还记得6年前的连环凶杀案吗？当年的2名女死者，同样都是被挖掉眼珠和切除10根手指，这肯定不是巧合。小曼，小曼，你来了就好。张馨予她死了，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？她真的死了。你在找这2张照片吗？不用演戏了，根本就是杀人犯。
你是不是因为某些原因对高洁瑜有所偏见，才会认为他是疑犯？如果真的对他有偏见，不会等到现在才来怀疑他。当年你因为觉得方荣格背叛你，不顾一切的制裁他。我不希望历史重演。Dylan 和傅洪博出事时，婕妤都在现场，你认为这是巧合 ？OK， 那我们先审问他。等一下，我想单独盘问他。前天晚上9点左右，赵文耀被杀之前，你出现在他的车旁，请问你当时在做什么？我正好要去找一个人。谁？张馨予。你怎么认识他呢？他6个月前曾经来找过我做心理辅导。宝伦，查查看张馨予是不是高洁瑜的病人？我帮他做了3个月的辅导，过后他就没有再来找我。那为什么他拍到你出现在案发现场呢？那天晚上，馨予主动联络我说要见我，不过他却失约了。他可能是无意中拍到我吧。认识了这么多年，你到现在还敢把我当白痴？你说谎！